Hello， 各位圈小伙伴，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欧阳的 ConfigUI 系列教程。那么这一期呢，我们来分享一下 SDXL 的完整工作流在 ConfigUI 里是什么形态的。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到 ConfigUI。说到 SDXL 和我们之前的 1.5 模型生成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这当中最大的不同是模型的体量不同了，造成整个的生成过程当中有2个方面需要考虑和调节。第一个方面就是采样过程，标准的 SDXL 它是有2个模型的，对吧？一个是 Base 模型，一个是 Refiner 的模型，需要涉及到一个双重采样或者是2次采样。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题词，因为整个空间就是 Clip 空间不一样了，所以在题词方面呢，我们可以做出很细微的切分和分类。OK， 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直接开始啊。首先说我们说采样器啊，我们用这个基础采样器可不可以呢？其实也可以的。那我们先用 1.5 来模拟一下它这个整个的流程，其实和我们之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们这里加载一个简易的模型加载器，同时直接选择我们 SDXL 的一个主模型，然后我们右键添加一个 Clip， 添加提示词啊，这样的话是一个快捷添加，我们直接给它连过来。这里呢，我们直接给个空的 latent， 后面我们编码输出就行。之后呢，我们再来第2步 ，Ctrl 加 C 复制这个模型 ，Ctrl Shift 加 V 粘贴出来以后，它是带关系的啊，就带这个连接关系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只需要把第一次渲染出来的图像给到第2次，然后呢，我们这边的模型呢不是这个模型了，对吧？我们需要重新加载一个 Refiner 的模型。那么这里呢，我们可能就不需要负面提示词了，对吧？只需要一个正面的来矫正一下，甚至是可以用曾经原先的这么一套题词也是 OK 的。最终呢，我们如果想要这几个题词它有统一性，我们可以直接把它们转换变量，然后变量这里输入2个文本进来，一个正向一个负向就 OK 了。那么只是说在具体的采样过程当中呢，这个简单的 KSimpler 呢只能调节这个重绘幅度，也就是降噪的比率。第一次 Base 模型降噪呢可以给它低一点，说让它渲染 50%， 第2次降噪呢我们让它 100%， 这样呢它是在之前的渲染到50还没有完全渲染好的基础之上进行一个后边的完全渲染。那这里的步数呢，我们可以给刚开始20步，后面呢10步，它只是这样的一个简单逻辑，所以它这种渲染它不是特别的精确。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要说高级的渲染器其实没有很多项，我们来直接把这个高级选出来，它是比较精确的一个分布渲染。比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之前的一些设置以外呢，其他一些选项呢，我们简单说一下。第一个，添加噪波，添加这个 noise， 简单采样器它默认就是添加噪波的。那为什么要不添加噪波呢？因为如果我们要2次渲染，就不需要这个添加噪波。所以这就是高级和我们简单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直接把它复制出来一份，比如说这是1次渲染，这是2次渲染，我们把它挪开，清晰一点点，这样看的啊。那么我们把第1次渲染的结果给到2次渲染，这就是一个连续2次渲染的过程。第一个我们要启用添加噪波，因为新生成一张图片，我们是要让它有一个噪波。随机种子、随机模式、步数、CFG、调度器、采样器我们都不说了。下面是开始步数，那么第1次采样肯定我们是要从头开始渲染，所以说默认呢开始步数就是0。那么我们渲染到多少步结束呢？它默认会给个很大的数字，这个数字是没有毛病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里这个步数已经限定死了。如果我们这里给到30吧，当它渲染到30步以后就会自动停止。那下面这个再大数字也没有意义，但如果小于上面这个步数的话，它就会主动停止了。这里我们给到20，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它只会渲染20步，还剩余10步。那么剩余的10步呢，就会传递到我们下一个 KSimpler 的高级采样器了。那最后呢，是否返回噪波，就是是否继续让它进行一个渲染。现在我们渲染了相当于是 60% 的比率了，对不对？还有 40% 的噪波没有进行去噪。那么这里呢，我们就需要继续把这个噪波传过去，把它开启。启用的话呢，我们这一套还没有渲染完成的剩余内容就会交由下一个采样器。那么下一个采样器我们就可想而知了啊，添加不添加噪波呢？肯定不需要，因为之前这个采样器已经传递给我们它还没有渲染完的这个噪波状态了，那我们就把它关闭啊，接受之前的噪波。那下面这里呢，这个步数我们要和前面统一，一样是30步的总步数，它会继承我们之前的这个步数，也就是过来以后它已经是20步的状态了。最下面这里呢，我们也自然而然的明白，从第几步开始渲染呢？当然是从第20步啊，我们不是从头开始渲染啊，从头开始渲染之前不就白费了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接着之前的20步渲染到结束步数。所以这里呢，不管它多少值，只要大于我们这个步数的值就 OK。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简单的理解这2个高级采样器它有什么用，我们如何用这个高级采样器来进行2步不同的渲染啊。其实学习这个 SDXL 的流程呢，是让我们理解如何准确的进行一个步数的分割，以及不同模型的融合采样啊，也就是我们的2次精炼，不仅仅只适
适用于 SDXL， 它也适用于 1.5 模型。OK， 说到这以后，我们来完成一下它的这个工作流。在这里其实很简单的，对吧？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工作流对接过来，把高级采样器替换掉简单的 K-Sampler 采样器。那这里呢，我们这样简单的连接一下。好的，那么这就是我们简单一个 SDXL 的 Refiner 2次精炼的一个简单流程。那么说完这个以后呢，我们再说的就是对于这个题词而言，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加工，或者是有什么方式呢？首先这里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个插件。如果用 SDXL 的朋友，我相信知道肯定会用到这样一个风格化，就和我们 WebUI 里它提供了现成的风格。那么在 ComfyUI 里呢，我们也有这个风格化的这么一个插件。那我们只需要在这边搜索 SDXL 或者是 Stellar 吧，那么就可以看到第一个这个风格化。当然这个 Stellar 现在有两个第一个呢是我们标准的一个 SDXL Prompt Stellar， 下面这个拓展可能要比我们第一个标准的多一些，但是基本上的道理和使用方法都差不多。那我们可以直接安装这个插件，没有插件的朋友呢，还是老规矩一样，我会把这个源码放到网盘，这里它会提供这么两个节点，一个基础的，一个高级的。怎么使用呢？我们回来，比如说在这个题词这一部分我们右键，当我们安装了这个插件以后呢，你会看到在实用工具下方就会多两个节点，第一个是 XL 的基本风格化题词，第二个呢是高级题词。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拿过来可以对比一下。OK， 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先说的基本的使用基本使用下面的选项都一样。首先呢，在这个风格这个地方这里有个风格，对吧？我们可以选择可以看到这个很熟悉，就之前我们曾经在 Focus 里面，它也有这个风格预置的。我们想生成什么风格呢？我们直接选择就可以。当选择了这个风格选择了某种风格以后呢，它会调用固定的这个 JSON 文件里面的正向提示词和负向提示词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输入一些跟风格有关、跟质量有关的这些题词了，我们只需要输入想要的主题就可以，这就省了很大的事儿了。那么这个 JSON 文件在哪儿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结构首先呢，我们找到 ComfyUI 的这么一个文件夹，对吧？在我们 Custom Nodes 自定义节点里面，我们找到这样一个刚才安装的这个插件，解压进来就是这样的。那在这里可以看到有不同style 的这个风格，比如说 base 比如说 SAI 或者是这个 TW 有很多风格。那么这个风格就对应我们前头这个前缀 SAI， 看到没有？下面呢还有一些广告艺术这都是前缀它会挨个读取不同的 JSON。那么在这里呢，一共有3个 JSON， 随便点开一个，可以看到它里面的结构。首先是 name， 就我们这个下拉菜单里面它显示的名称是什么。第二项是 prompt， 正向提示词是什么？我们为了看清晰一点我们用一个代码编辑器把它打开，现在就能看得明白一点，对吧？在这个 prompt 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花号这个花号 prompt， 那这个花号它就是个同配符。这个地方的 prompt 呢，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这里输入了我们正向提示词了，不管是哪个输入框吧，我们输入了正向提示词以后呢，它就会把我们的正向提示词放到这个地方来。那么前头呢就相当于是前缀，后面呢就相当于是后面的一些描述后缀，比如说一些质量描述对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负向提示词，如果我们什么都不添，它就会在这里；如果我们添一些提示词，可以看到这里还是可以添负面提示词的，它会拼接到基础提示词之上。那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如果我们想创建自己的 JSON 文件，比如说我有固定的一个生成模式，用什么样的负向提示词，用什么样的正面提示词，那我们也可以直接用它这个 JSON 文件里面它有一个 base， 这个 base 它是空的就什么都没有的，它是提供给我们这样一个格式，我们可以在这个格式之上进行自己的创作和修改，可以自定义拼接。 OK， 说完这个结构以后呢，我们就来看这边就没什么选项了，就是一个储存。当然这个提示词的记录呢，我现在并没有在它的整个拓展文件夹下这个文件夹里面找到一个 log 相关的文件夹，又或者是在系统文件夹里没有找到，所以这个记录呢，我感觉是将提示词压到这个图像里，又或者是工作流里，我不确定，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反正我感觉开关都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么基础的我们来看和高级的不同在哪呢？基础的只有一个正向一个负向，很简单就和我们这个普通的流程是一样的。那么高级的呢，我们来仔细看，可以看到它的输入和输出就很多，这里呢就涉及到一个关于 SDXL 的怎么说呢，就是一个题词的结构了。首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正向的 G 和正向的 L， 那么 L 和 G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同时它还有负面的 L 和负面的 G， 这方面的资料其实是比较少的，尤其是我们这个中文资料是比较少，很少人有讲这个的，包括我去看他们的 SDXL 的一些文档呢，也没有关于这方面太多太细致的一些讲解，全网找了一遍可能也就找到那么2-3个有用的信息。那这里跟大家分享
享一下，大家之后呢去实践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啊。我在试了以后呢，也感觉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它能清晰的帮我们分出画面中想要的一些东西，从而呢能细致的调节一些东西。那么首先说这个 G 和 L， 我们现在先说正面输出啊，正面输出的 G 和 L 它有什么不同呢？其实 L 呢这个相当于我们的 tag 模式，就是我们先要确认这个图像当中有什么，比如说一条船、一个人啊 ，one girl 啊 ，one boy， 对不对？主要形容的是名词，或者是桌椅、板凳、窗户、窗帘等等啊，这些就是一个 tag， 不需要详细描述概念。那么 G 呢，它更适合详细描述概念。什么类型的概念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形容词，下面是名词，上面是形容词。比如说下面我是 one girl， 那么上面呢，我可以形容这个女性的头发，长发、短发，什么样的颜色，穿着是什么样，比如说短袖或者是牛仔裤。下面的 tag 呢，就是这个 L， 我们也可以加入牛仔裤或者是 T 恤啊这样的一个名词。那么上面我们可以仔细形容什么样的短袖，什么样的牛仔裤，这个人物的表情是什么样的表情，微笑还是愤怒等等等等。所以说上面更适合形容概念，包括风格也是可以在上面进行输入的。但是这里我们已经有这个风格定义了，这就是两个东西的不同之处。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下面来抹除或者是添加画面当中的一些物体。比如说现在我们生成了这样一个图像，这个画面当中是不是有树啊，有这个公交车啊，有建筑，有公路，那么这就是画面当中的一些 tag。那么具体需要形容它的颜色，形容它的样式，我们就需要在上面这个 G 来进行详细的描述。比如说城市的街道有水有车，那么上面呢我们可以形容一辆公交车开过公路，溅起了水花、雾气等等的，这就是一些关于概念的描述。两种结合，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去定义你画面中到底有什么没什么。OK， 说到这相信大家已经明白了。那么对于负面来说其实也是一个道理，但是我们通常不会特别的清晰描述负面我们不想要什么，我们只需要沿用它原先的负面，又或者是根据画面调整再排除一些我们不想要的概念也好，内容也好就可以。当然如果你想更细致的调节负面，也可以进行这种双重语义定义来更精确的调整你的图像。好的，那么说到这呢，我们就来实现如何进行高级工作流的搭建啊。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工作流就是一个简易的 SDXL 工作流，我们就可以直接正向给到上面。大家可以看到这有个问题了，这个正向你拖，不管这个条件你拖到哪儿它都接不上，为什么呢？可以看到这正向条件吧，和我们这个采样器是一样的，正面条件为什么接不上呢？类型都是一样的，这就说到英文的重要性了。有时候翻译不准确，如果我们现在切换为英文，那我们这里就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地方是 text， 它是文本，只不过是文本形式的正向条件，它还没有进行 clip 的编码。那么说到这儿，我们是不是就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东西了？我们这里就不是直接连条件，而是我们要把它提升为输入，就有文本了，对吧？我们这里直接把正面的文本给到这个，把下面呢全部提升了，这样的话其实就完成了工作流了，加入了我们这个风格化的插件了。那么现在其实我们再重新生成一下，而且用很简单的提词呢，我们就能生成不错的图像。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提示词啊，同样这边是一艘船啊，下面也是啊，同样的报，一个是带了风格化的，一个是没有带的，差距就是这么明显。下面是我选了一个电影的风格，上面它什么风格都没有，可以看到它这个色彩还是比较灰。SDXL 我们之前说过，它是要默认加载一个 offset 这样一个 LoRa 进行一下它的光线调节，而现在呢，我们其实只要用了它这个风格化的输出呢 offset 这样一个 LoRa 呢，也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加载了，没有必要再进行一个微调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说这个高级流程，接入这个高级的提示词。既然我们采样器都用了高级的了，这一套呢，我们也给它全部做一下升级，只需要把这个文本编码也改成高级接收的，不就完了吗？对吧？首先我们把这个文本编码给它删掉，在这里呢，我们要建高级的文本编码，就需要在这里新建节点，在下面选择高级。在高级的条件里，我们可以看到专门有为 SDXL 做的这个文本编码，一个是优化，一个是编码，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可以都把它拿出来。其实这个优化呢，怎么说呢？只需要把它翻译成英文，我们就知道用处是什么了。切换成英文，那可以看到啊，这个又是准确性的问题了，对吧？左边就是标准的 clip 文本编码，那么右边呢，可以看到是 refiner 的文本编码。所以说这个优化其实就是专门用于精炼、二次精炼的这么一个节点。所以说我们把它放下来，然后把这几个呢，我们也都删除掉。接下来我们只需要把它复制几份就可以。但是复制之前，我们需要讲一下它的这个参数，它这里面也是有参数的啊。在这个文本编码里面呢，其实它是有一个空间的，比如说宽度、高度以及它的裁剪是否需要裁剪。在这里我们默认不裁剪，这个
东西其实也是个玄学的东西啊。Clip 它其实是一个视觉编码的一个怎么说，是一个空间吧，它是整个我们渲染呢是由这么3个空间组成的嘛。了解了这么多，相信大家也知道啊。那么当中这一块呢是很重要的，所以说这一块呢，它把它更详细的提出来。那这个空间呢，大家总结就是 Clip 的空间呢，它的分辨率是我们实际图像分辨率的2到4倍，反正是倍数关系，它的效果是比较好的。我们可以随意的定义2倍或者是4倍啊，当然3倍呢可能用的人比较少啊，双数都是比较多的嘛，对吧？比较好算也。就因为倍数关系呢，其实很简单，这里呢再进行一个比较小的操作啊，我们延伸的来做一下节点运算。首先呢，这个 latent 我们要根据它的这个数字来进行倍数的放大，对不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拖出来这个 latent 来创建一个什么节点呢？我们这边还是涉及到之前这个瑞士军刀里啊很多好用的节点，比如说这个数学表达式。那么这样我们就把这个 latent 的一些数据传输到我们这个表达式里了。然后在这个表达式里呢，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数据呢来取它的宽度。那么怎么取呢？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是 a 连入到这么一个变量 a，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取这个变量 a 的高度或者是宽度了。比如说我们取宽度 width width， 这出来的值呢相当于我们这个的宽度。如果要测试的话呢，我们可以先把所有的节点给它关掉啊，只打开这样一个节点和我们这个空的 latent 的节点，我们来运行一下。那可以看到它获取的值是不是1024，对吧？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行乘数的操作了，比如说高度宽度我们乘以2，然后来运算一下，可以看到是2048，对不对？这时候我们可以随便填啊，比如说4，这就是一个数学运算啊，简单的。这个节点我们顺便说一下啊，所输入的内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比如说我们来新建一个元节点不是元节点，是个连接点。当我们看这个连接点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输入的参数可以是 float， 可以是 int， 也可以是 image 和这个 latent 啊，这是我们相关底层的一些东西了，就是我们可以输入一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呢，每个当中都有它的一个 ID name， 比如说宽度，比如说高度，比如说批次大小啊，这里呢我们都可以引用，这是一个取值，这跟我们这个程序有些相似啊，因为节点它就是半开发式的一个框架。OK， 那我们就把这个整数直接传给上面 clip 我们这2个高度和宽度，这样呢我们其实就定义了 clip 本身的一个宽度，我们要乘4也好，乘2也好了。说完第一个参数以后呢，我们来说第2个参数，就是这个裁剪，我们一般是不动的啊。那么下面2个目标宽高度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这个以同样的方式传给它，就是获取我们的宽高度再传给它俩。那这里我们默认就是1024，也可以这么比较省事的处理啊。当然之后我们要遇到全流程自动化，这个编程逻辑是多少要有一些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 G 和 L 提升为变量，我们挨个对接一下，就正向给正向。那第3个正面条件呢，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文本 G 加 L。如果我们要用简单的这个 clip 编码，我们可以直接传这个。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拓展的把下面这个负面呢也给复制出来 ，Ctrl Shift 加 V。当然这个是负面，负面这里呢我们就要连这个负面的 G 和 L 啊。其实这2个对于负面来说都是相同的，我们这里也可以给一个简单的编码器，直接走这个负面的文本，全部送给一个就可以。那么说到负面呢，这边还有一个选项就是负面词的应用，我们可以单独把负面应用给 G， 或者是应用给 L， 又或者是 both 2个都用啊。通常我们就选择第一个2个都用。那之后呢，就是 refiner 的这样一个优化了，这个就比较简单，对吧？我们只需要把我们上面的这个条件直接，就是因为可以看到它不分 G 和 L 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正面条件包含了 G 和 L 的全部内容输出给它，我们把它的文本给提升一下，然后把我们的整个正面条件全部输出给它，然后把模型的 clip， 因为是refiner 嘛，对吧？然后我们把这个 refiner 的模型 clip 连到这边来，然后这边的呢我们输入到2次采样，就上面我们这个2次采样的条件。而负向条件呢，我们有2种选择，也可以简单处理，也可以复杂的就这么处理。那么这样一套呢，我们基本上就打完了 SDXL 的所有的完整流程了，用了所有的高级节点进行了详细的制定。那么上面呢，其实我刚才是生成了一张图像啊，这个流程这是我整合完的，同时呢也生成了一张这样的图像。这里让大家看一下我这里前面有什么不一样的，就这个文本这个地方我做了一些操作，比如说我们在输入进它原先这个文本的地方这个风格化的地方，我把 G 和 L 提升为变量，并且用翻译插件进行了一个单独节点的翻译和输入这就是我单独输入的 G 和 L 的内容。那么这边一样，正向提示词都是用的 SDXL 的 G 和 L 输入的，负面呢我们就是用的优化。那宽高度呢自然也是我们原图的4倍，当然这里我没有做运算操作跟大家说那个运算操作呢也只是更多的一个拓展吧希望让大家更多的去理解在节点当中如何去运算的，方便未来我们直接去流程化处理很多这样的参数。那么在最后一步这2步的采样当中呢，我最终给了一个统一的2个变量。首先一个变量呢就是我们这个步数变量我们要制定多少步，因为这2个采样器它的步数是一致的。那么第2个呢就是它的转换步数，我们设置为20步开始转换，因为这个转换步数呢2个节点其实
实也是共用的，只不过连接的接口不一样。第一步采样的时候，结束的步数提取为变量，那么反观下面第二步呢，其实这个地方是开始步数，所以这两个参数呢，它也是共享的，这样呢就都是靠我们来自定义的来调整的。以后呢就方便我们来一键的快捷找到你所要的参数应该设置在哪里，包括之前我们设置的下面的这个叫什么数学函数，对吧？我们也可以调整 clip 编码的倍数。OK， 那么这就是我们对于 SDXL 整个的一个模型它所需要的一些完整的设置，以及它所设计的相关的一些东西。那么这里因为我是在本期给大家演示，它的渲染速度比较慢，所以没有办法一步一步的跟大家测试它换了不同组件的效果。比如说这样一个30步可能要5分钟左右，当然是可以在服务器跟大家分享这个教程的全过程的。但现在因为做这个教程呢，我是重新在本地安了一个，而且所有的插件呢都是同步的啊，没有安装任何多余的插件，也是同步跟教程走到哪一步呢，我们安装哪些插件也是慢慢的多起来的，不希望刚开始就有一堆插件，大家看呢会比较晕。有些我们内置的节点和插件的节点名字很相似，怕大家弄混了，所以尽量就是一步一步的从这个基础来。那么当我们进阶到一定的高级课程的时候啊，就进阶内容的时候呢，欧阳就直接到高速服务器来做教程，这样出图也比较快。我们做一些图像的对比啊，真正涉及到不同的设置对图像有哪些影响的时候，那我们再转换阵地吧啊。那么这里没有提供太多的样本，也希望大家多多包涵，毕竟是讲基础的流程，这部分内容也只是让大家明白这个整个的工作流应该如何构建，理清这个思路和逻辑，去让它更多的有一些变化。大家可以积极尝试啊，比如说你把 Refiner 的模型换成一个 1.5 的模型，可不可以 Base 的模型换成一个 1.5 的模型，可不可以Refiner 的过程换成我们高级的这个 Clip， 同时将不同的 G 和 I 再输入给我们 Refiner 啊，看看它出来又有什么变化。 OK，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期内容，因为设计的有点多呢，那么 ControlNet 呢我们就到下一期吧，顺便和我们这个视觉编码的一部分内容融合在一起吧，因为 ControlNet 它本身也是一个视觉编码的东西，只不过它拓展的比较多而已。 OK， 那我们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对 ConfigUI 感兴趣的朋友呢，千万不要忘了关注欧阳这一系列教程了。那我们下期再见。